观音菩萨的由来及传说下。妙善公主的传说是观音菩萨形象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故事，广泛流传于中国民间。这个故事描绘了妙善公主如何通过一系列艰难的考验和修行，最终成为观音菩萨的过程，展现了观音菩萨慈悲救度的精神。这个传说不仅是佛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反映了人们对慈悲、智慧与勇气的崇敬。妙善公主的传说大致形成于南北朝至隋唐时期，随着佛教在中国的普及，这一传说开始融入本土文化，并在后世得到广泛传播。根据不同地区的版本，故事的细节有所不同，但核心情节和主题始终围绕着慈悲与修行。妙善公主是妙庄王的第3个女儿，据说出生时天线祥瑞，寓意不凡。她自幼心地善良，天性慈悲，对佛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立志修行。然而，妙庄王希望女儿能够成家立业，延续王室血脉，并不支持她出家。妙善长大后，依然坚持出家的志愿，拒绝了父亲安排的婚事。她的决定引发了妙庄王的强烈不满，父女关系紧张。为了迫使妙善回心转意，妙庄王甚至对她施以惩罚，将她驱逐出宫。妙善被驱逐后，辗转来到白雀寺，开始她的修行生活。在寺院中，她勤修佛法，刻苦修行，日夜不懈，立志弘扬佛法，救度众生。妙善在修行期间面临了重重考验，其中最著名的是她以双手供奉父王的故事。据说，妙庄王背极缠身，身心俱疲，无法治理国事。为了治病，他求助于众多名医，皆无果。此时，有高僧告诉他，只有用一个心地纯净之人的双手才能制成药引。妙庄王便想到了妙善。当妙善得知此事后，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双手供奉出来，以救父王的性命。这一举动感动了天地，佛祖因此赐予他千手千眼，使他能以无数化身救度世人，成为千手千眼观音。妙善公主在历经多次试炼后，最终以其慈悲心和智慧圆满成佛，成为观音菩萨。她的故事也因此成为观音菩萨信仰的重要基石，激励着无数信徒追随她的慈悲精神，致力于自我修行与救度众生。妙善公主的故事强调了慈悲与救度的精神，她以大爱无私的奉献自我，拯救他人，展现了观音菩萨的核心价值。这种精神在佛教信仰中成为普度众生的重要理念，影响着信徒的行为和价值观。妙善的坚定信念和不懈努力，是对自我修行的最好诠释。他在逆境中坚守信仰，勇敢面对困难，最终得以成就佛果。这一点对于信徒来说是一种激励，提醒人们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具备坚韧不拔的精神。妙善公主的传说融合了佛教教义和中国本土文化，成为佛教本土化的典范。她的故事不仅传达了佛教的慈悲和智慧，也结合了中国传统价值观，如孝道和家庭伦理，进一步促进了佛教在中国的本土化和社会接受。妙善公主的故事被广泛运用于艺术创作中，包括戏曲、舞蹈、绘画、雕塑等。这些艺术作品通过不同的形式，展现了妙善的慈悲与智慧，并将观音菩萨的信仰传播到更广泛的群体中。许多与观音菩萨相关的寺庙以妙善公主的故事为背景，
成为信徒朝圣的重要场所。这些寺庙不仅是宗教活动的中心，也是传统文化的传承地，吸引着众多信徒和游客前来参观与学习。妙善公主的慈悲故事为信徒提供了心灵的慰藉，在面对生活中的困难与挑战时，信徒们透过诵念观音菩萨的名号，寻求精神上的支持和力量。妙善的传说鼓励人们以慈悲之心面对逆境。追求内等于妙善公主的传说是观音菩萨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影响着东亚地区的宗教文化和社会生活。这个故事通过妙善的慈悲、智慧和勇气，阐述了佛教的核心价值观，并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信徒追随观音菩萨的足迹，努力修行，救度众生。白衣观音是观音菩萨的众多化身之一，以其纯洁慈悲的形象而广受崇拜。这一形象在中国、韩国、日本等东亚地区的文化和信仰中具有重要地位。白衣观音的故事展现了观音菩萨的慈悲精神和救度众生的愿力，成为佛教信仰中的重要象征。白衣观音源于观音菩萨的千变万化的形象之一。白色在佛教中象征着纯洁、慈悲和智慧，而白衣观音的形象则体现了观音菩萨清净无染的本质和无边的慈悲心。在普门品中，观音菩萨被描述为应以和身得度者，局限和身。这意味着观音能够根据众生的需要划现不同的形象，以引导他们走向解脱之路。白衣观音正是观音菩萨众多因化身中的一种，以其纯洁慈悲的形象吸引着信徒。南海观音的传说是观音菩萨信仰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在中国南方沿海地区广泛流传。这个传说融合了佛教信仰与地方文化，强调观音菩萨慈悲救苦的精神，深刻影响住当地的宗教信仰与民俗文化。南海观音也成为许多信徒心中的守护神，象征住平安与庇护。南海观音的形象与故事起源于观音菩萨在佛教经典中的慈悲特质。法华经中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提到，观音菩萨可以随机应化，现种种形象，以救度苦难众生。南海观音传说是这一教义在中国民间信仰中的具体体现。南海观音的故事主要流行于中国南方沿海地区，如广东、福建、海南等地。这些地区居民多以航海为生，经常面临海上风暴和危险，因此观音菩萨被视为庇护海上安全的守护神，成为水手和渔民信仰的中心。根据传说，观音菩萨曾在南海边的普陀山修行。一天，他听到海上传来众生的哭泣声，直到有一艘船遇到了风暴，船上的人命悬一线，观音菩萨立刻化作一位白衣女子，乘着一片白云来到船只附近。她挥动手中的杨柳枝，风平浪静，船只顺利航行。船上的人见到观音菩萨显圣，感激不已，并发愿回到岸上后会广为传颂观音的慈悲故事，让更多的人知道观音的救度力量。另一个传说中，观音菩萨在南海普陀山附近的海域，常以不同的化身出现，救助遇险的船只。据说，当海上风暴来临时，船上的人们只要诚心祈祷南海观音，便会见到海面上出现观音的身影，随即风平浪静，化险为夷。这些故事不仅传达了观音菩萨的慈悲救度精神，也强化了人们对观音的信仰，特别是在海上生活的人们中间，成为生活的重要精神支柱。
南海观音信仰的中心在于普陀山，位于浙江舟山群岛，是中国佛教4大名山之一。普陀山被认为是观音菩萨的道场，每年吸引着数以万计的信徒和游客前来朝圣。人们在这里祈求平安、健康和幸福，并感受观音菩萨的慈悲庇护。除了普陀山，沿海地区的许多城市和村庄也建有南海观音庙，这些庙宇成为当地信仰生活的重要部分。信徒们在庙中供奉观音像，举行法会和祈福仪式，表达对观音菩萨的敬仰和感谢。南海观音的传说深深融入了当地的民俗文化，形成了一系列独特的信仰活动和节庆。例如，在某些地区，每年农历2月19日观音诞辰，6月19日观音成道日和9月19日观音出家日，人们会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包括巡游、供奉、放生等仪式，以祈求观音菩萨的保佑。此外，许多家庭在海神庙和观音庙中设有家族供奉，定期供奉香火，以祈求家宅平安、事业顺利、子女健康。在现代社会，南海观音的信仰依然活跃并具有重要意义。许多信徒在面临生活压力和挑战时，会到南海观音庙中祈求心灵的慰藉和指引。观音菩萨被视为慈悲的象征，不仅在宗教层面上提供支持，也在心理和情感层面上给予人们力量。南海观音信仰还促进了地方旅游业的发展，普陀山和其他观音圣地成为著名的旅游胜地，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促进了当地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南海观音的形象在艺术创作中被广泛表现，她常被描绘为身穿白衣、面容慈祥的女性，手持净瓶或杨柳枝，象征住她的慈悲与救度能力。在海上的场景中，她常被描绘为立于波涛之上，展现出一种宁静与庄严的神圣气质。这些艺术作品不仅是宗教信仰的表达，也是文化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观音的形象通过雕塑、绘画、刺绣等形式，影响着人们的美学观和价值观。南海观音的传说是一个融合了佛教信仰与地方文化的故事，展现了观音菩萨慈悲救苦的精神。这一传说不仅深刻影响住沿海地区的民俗文化和宗教信仰，也在现代社会中持续发挥着重要作用。南海观音作为守护神，象征住平安与庇护，激励着无数信徒在生活中实践慈悲与智慧的价值观。观音菩萨在东亚文化中影响深远，特别是在艺术作品中常常出现。观音菩萨的形象被广泛应用于雕塑和绘画中，从唐代至今的艺术作品中皆可见到她的身影。这些作品常表现出观音的慈悲和安详，成为美术史上重要的一部分。观音在文学作品中常常出现，例如《西游记》中的观音菩萨，他是唐僧取经路上的重要指导者之一。台湾各地都有许多香火鼎盛的观音庙，每座庙宇都有其独特的故事与特色。以下介绍几间台湾知名的观音庙，让您在参拜时能更深入了解。寿山岩观音寺位于高雄，以精致的木雕闻名，尤其是动物和神话生物的雕刻栩栩如生。大溪观音庙位于桃园大溪，是当地人非常熟悉的庙宇，香火相当旺盛。板桥接云寺位于新北市板桥，庙宇建筑宏伟，雕饰精细，周边还有公园可以散步。
土城庙会堂位于新北市土城，除了主祀观音佛祖，也供奉济公禅师等神明。竹林山观音寺位于新北市林口，建筑风格华丽，经常举办各种活动。观音菩萨的信仰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价值观。受观音菩萨慈悲精神的启发，许多信徒积极参与慈善活动，帮助贫困和需要援助的人。观音的母亲形象尤其受到妇女的崇拜，他们在生活中经常向观音祈求家庭和谐、健康和幸福。观音菩萨的信仰不仅在佛教中占有重要地位，也对东亚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慈悲、智慧和救苦救难的形象启迪住无数人追求善良与和谐的生活。观音的传说和信仰在历史长河中不断演变，并在今日仍然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价值观。通过对观音菩萨的了解，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慈悲和包容的重要性，并将其应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